被赐婚给当朝权宦裴秀后，他每晚与我同榻，盖着被子纯睡觉。我本做好了守活寡的准备，直到一日，我的眼前忽然闪过弹幕，这就是男主那炮灰白月光前妻吗？果然，白月光娶到手也只是白米饭。笑死！别看男主现在清心寡欲，他可是假太监，之后遇上女主猛猛开荤，估计也就是女配躺在他旁边，所以没什么想法吧。假太监，我偏头看了眼躺在旁边闭着眼的人，朝他伸出了手。我不信，除非给我摸摸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嫁给裴秀的第3个月，我已经接受了和他盖着棉被纯睡觉的日子。毕竟他是个太监，身体有缺，自不能行房事。不过他的脸好看，要钱有钱，要权有权，日子也不算难过。是夜，我睡得迷迷瞪瞪时，身旁的床榻往下压了下。不用想，我都知道来人是谁。这些日子，裴秀无论忙公务忙到多晚，都会回来与我同榻而眠。倒不是他有多喜欢我，大抵是为了做面子。这门婚事是陛下所赐，我出身尚书府，父亲站对太子，近来太子锋芒太盛，而裴秀乃天子近臣，手握锦衣卫，权势滔天，私下却与4皇子往来密切。近来陛下身子不适，陡然下了这样一道旨意，名为赐婚，实则是敲打。圣旨下达时，父亲铁青了脸，却无可奈何。但我自幼与裴秀相识，3年前我险些与他定亲，若非裴家落败，他求告无门，而我尚在病中。待病好转，他已入宫为奴，此后再相见，他视我如无物，早已没了半分情意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还有啊。想到这里，我缓缓睁开眼，呼出一口气。罢了，守活寡就守活寡吧。这个念头堪堪落下，眼前忽然出现一堆发光的字幕。这就是男主那炮灰白月光前妻吗？果然，白月光娶到手也只是白米饭。笑死！别看男主现在清心寡欲，他可是假太监，之后遇上女主猛猛开荤，估计也就是女配躺在他旁边，所以没什么想法吧。我眨了眨眼，怀疑自己眼花，但眼睛却敏锐地捕捉到关键词：假太监。我下意识看向身侧闭着眼的男人，他的眼睫纤长，五官屹立，是难得的好相貌。不过我此刻的注意力不在这里，视线下移，落在他下腹，放在被子下的手鬼使神差地朝他伸过去。真的假的？我不信，除非给我摸摸。指尖在碰到他单薄的绸裤时顿住，我的心脏莫名跳得有些快，脑海中忽然想起在成婚当日，裴秀冷冰冰地对我说，咱家身体有缺，怕是要委屈江姑娘了。他大概以为我会羞愤难当，但我只点了点头，表示我知道了。其实我在嫁过来之前就做好了心理准备，还特意准备了一匣子物件，只是还不等我羞涩开口，他便别开了话题，就寝吧。说罢，他吹灭烛火，躺在外侧闭眼。爸，他既不乐意，我也不会强人所难。只是他原来是假太监，我的心思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，指尖跳跃着攀上他的大腿，隔着一层锦被，丝绸顺滑，肌肉温热，仿佛带着灼灼热意，几乎疗伤指尖。我的心一狠，猛地攥住，一声闷哼，下一刻手忽然被用力握住，男人低冷的嗓音自上而下传来，带着几分哑意和羞恼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做什么？这不明显吗？感受到手下逐渐膨胀的欲望，我的喉咙莫名有些干，微微撑起上半身，用那双秋水茧瞳凝着他，反客为主地控诉道：裴大人，你骗我！裴秀的呼吸一滞，等等，女配怎么是调戏啊？嘶哈，这美貌，男主滚开，让我来！搞笑，女配是绿茶吧？恶心死了！虽然我也客官配，但现在江映薇才是原配，没离之前还是别这么说吧。弹幕在我眼前纷纷滚过，我无暇理会。裴秀箭在弦上，就在我以为他会补上之前的洞房时，男人蓦地掀开锦被，大步下榻，侧着脸，声线很冷，何必自轻自贱？和自己夫君行房如何，就是自轻自贱了。
但还不等我开口，他已经快步离开了卧房，徒留我一个人正在原地。半晌，我咬了咬牙，心头掠过酸涩、愤懑和委屈。狗东西，还真的恨上我了。我转过身，抱住枕头，闭上眼入睡。我一个人也照样睡得香。可也不知是不是睡前闹的这一出，梦里我好像又回到了旧时。裴秀是裴家庶子，与他哥哥一道在我家私塾念书。他哥哥裴崇为人嚣张跋扈，如遇不顺，总打骂他这个弟弟。那会儿年少气盛，我看不过眼，总悄悄命人整蛊裴崇，并非要替裴秀出气，只是单纯瞧裴崇不顺眼。但就在一日，裴崇撕碎了夫子孤本，试图栽赃给裴秀时，对我撞了个正着，我当即揭穿。裴大公子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陷害弟弟算什么本事？我是尚书府嫡女，他自不敢与我作对，老老实实的给夫子道了歉。倒是一直坐在位置上默不作声的裴秀蓦地抬起头来看向我，我挑了挑眉，扬唇一笑。此事我并没放在心上，但之后在马球会上与裴崇对上时，他为报之前的仇，避开旁人视线击打我坐下马臀，害得马儿受惊，将我甩下马。就在我以为会摔断腿时，一人飞身而来，垫在我身下，卸去大半冲力。年少的裴秀趴在地上，脸颊染上脏污，发丝凌乱，只那双黑眸里倒映着我的身影，藏着显而易见的担忧。江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的心跳陡然漏了半拍，故作淡定，无碍。起身时，腿碰上他的腿，裙摆凌乱，少年黑发下的耳廓登时通红，别过眼不敢再看。我深觉有趣，自那之后，以报恩为名，常常与他来往。他性子沉闷，不经斗，递茶时的指尖碰触也能叫他红了脸。父亲不看门第，只重人品。裴家亦是簪缨世家，这本该是门很好的婚事，可3年前，母亲有意为我谋算当太子妃，姨娘心有不甘，兵行险招，给我下药，让我错失赏花宴。彼时我正得风寒，药性相冲，几乎要了我半条命。昏沉间也就不知，短短3个月，裴家翻天覆地。裴家遭弹劾，裴大人夫妇在天牢中被人杀害，裴崇不知所踪，裴秀求告无门，跪在尚书府门外求见我一面，却被人驱逐。此后听人说，有好南风的纨绔子弟瞧上他出众容貌，逼他低头，他不肯，之后净身进了宫。其间故事曲折，是是非非，早已说不清。一觉睡醒，天光早已大亮，我感觉还不如没睡，抹了把脸，却摸到了湿痕，一怔，旋即垂下眼睫，扯了扯唇。当日一句，裴秀怕是当我是那胆小怕事、爱慕虚荣的女子了。不过时日还长，总能说清。待贴身婢女子带伺候我洗漱梳妆后，我去了前厅。裴秀一早就进宫去了，不见人影。我倒也不在意，用过早饭后，让子带陪我去买几身新衣裳，至日落时才归。女配就知道逛逛逛，不过这样也好，男主在宫里与女主相遇了。当朝权宦与一心上位的野心女主简直绝配。这个炮灰白月光啥时候下线啊？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男主和女主作恨了。我看到弹幕，撇了撇嘴，笑话，我还没吃上呢，怎么可能先给别人吃？只是从日落等到天黑，再到月上枝头。换作之前，到这个时辰，裴秀应该已经回来了。我坐在桌前，面前的茶早已凉透，忽然又觉得有些没意思。解释有什么用呢？现在就算我说了，他也不会信吧。如果他注定要爱上别人，那我做这些努力算什么？就在我以为裴秀今晚不会回来时，门外传来嘎吱一声，男人推门而入，猝不及防间对上我的视线。我缓缓起身，眼瞧着男人的目光在触及我身上单薄的衣物时变得幽深，朱唇微扬，将手中的冷茶递给他。回来的这么晚，定是渴了吧？裴秀定睛看着我，胡乱接过一饮而尽，冷声道：“等我做什么？”我抿唇不语。很快，裴秀就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手中的茶杯落地，落在地毯上，发出沉闷的声音。他不敢置信地盯着我，跌坐在凳子上，僵硬微：“你。”我俯下身，
素白手指抚上他的脸颊，逐渐往下，定格在喉结，轻摁了下，嗓音带笑，既然已经成婚，你该给我的就得给我。我这人就是这样，骄纵惯了，受不得委屈。啊，女配滚开啊！怎么这么卑鄙？嗨嗨，其实女配是男主的白月光来着，男主嘴上说不要，可身体是没后退半步啊。该说不说，女配有点 A 呀，先别管什么有的没的了，快给我做恨。弹幕狂涌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我一概不管，半推着裴秀到了床榻。男人的身躯滚烫，平日里压抑着的情绪失去了桎梏，连带着眼底也发红，僵硬微，别碰我。我视若罔闻，一口气将他扒拉干净，却在看清眼前的身躯时愣住。男人的身躯上伤疤纵横，有鞭痕也有烫伤。不难想象，这3年他过得一定很难。可就算这样，我悄悄命人送去的钱财他也一概不收。若非这一纸赐婚，大抵此生不会再与我相见。刹那间，所有的不甘和委屈退却，涌起心疼。我俯下身，轻轻吻他的一处伤痕。当年我病了，并非狠心不见你，对不起。其实说这个也没什么意义。裴家被卷入皇位之争，成了皇权之下的陪葬品。父亲视家族高过一切，为了保全家族，只能避而不见。就算是我没病，也帮不了他。家族核心上人，终是难两全。除却一声对不起，我什么也做不了。面前，裴秀被卷入炽热情潮里，眼神迷离，也不知听清了没有。见状，我起身，正准备从衣袖里摸出解药给他，可手腕被猛地一拽，药瓶落地，天旋地转间，位置反转。裴秀望着男人发红的眼睛，我忽然有些后悔了，扭头去捞药瓶。但下一刻，衣带被解开，炽热的呼吸落在脖颈，带起酥麻痒意。烛火摇曳中，伴随着男人的动作，我闷哼出声，眼角泌出泪珠。朦胧间，抬手搂住他的脖颈，吻上他的唇，与他一起共沉沦。屋内的床榻嘎吱响了半夜，一直到天空破晓时才停下。明明疲倦至极，我仍是睁着眼望着不远处的窗，理智开始回归。经过昨晚，裴秀怕是恨极了我。回想起他那一句别碰我，心口后之后觉出细细密密的疼。我压下失落的情绪，勉强撑起身子穿衣。强扭的瓜已经尝了，不甜，但确实解渴。只是为什么解渴之后，心里反而更空虚了呢？我耷拉下眼皮，行至桌前，提笔。赐婚一般是和离不了的，但那是一般情况。现在情况不同，于是在裴秀醒来时，屋内已经没了人，只有一封信留在桌面，上面赫然写着3个字：和离书。和离书这3个字刺入眼瞳。裴秀端坐良久，如蜡封的石像。好半晌，他才伸手拿起信，也不知怎地，手指打滑，信从指缝里溜下去，轻轻薄薄的一封，如雪花般轻，险些落地，幸而被他及时接住，又觉重若千山。展开信纸，女子的字迹娟秀，一如当年在家塾中所窥见，字字句句道尽疏离，指节墨地攥紧，信纸被捏出折痕。昨日那句当年我病了，并非狠心不见你，对不起如魔咒般在脑海中回响，一遍又一遍。男人低着头，脸上头一次出现了迷茫，心脏发闷，眼尾不自觉红了，握着信纸的手微微发起颤来。他白玉无瑕，而他如今手染血腥，满身疮疤，如何敢拉明月入泥潭？恰逢这时，门外有小厮轻唤：“大人！”听见声音，裴秀一顿，下意识将和离书飞快藏进袖中。进来。声音如平常一般冷静，唯有他自己清楚那平静下波涛汹涌的情绪。李刚推门而入，却在看清衣衫不整的自家大人时，瞪大了眼：“大人，该出发了，您。”闻言，裴秀冷淡地嗯了声，站起身兀自更衣。但临到要出门时，他的脚步顿住，到底是忍不住问：“夫人呢？”听见问话，李刚面露难色，迟疑半晌，吞吐着回：“说是出家了。”话音落下的瞬间，裴秀的脸色骤变。我浑然不知随口一句话给裴秀带来了怎样的影响，但离开裴府之后，我确实没有回家。
想来回去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。爹娘虽宠爱我，但赐婚这等大事，天威面前，一人幸福显得何等渺小。于是我带着子代先去了酒楼吃吃喝喝，待吃饱喝足后，一时无处可去，索性去了京郊的寺庙，全当静静心。女配这是在欲擒故纵吧？说什么出家，就是诓骗男主。楼上，女配不是来了寺庙了吗？怎么不算呢？哈哈哈哈！女配刚刚和男主砰了一晚，第二天就出家了，男主怀疑人生了吧？喜大普奔，总算离了，男主可以光明正大的追求女主宝宝了。弹幕在我眼前纷纷闪过，我扫过最后一条，轻啧了声。换做昨晚之前，我大概死也不会给别人腾位置，但一想到裴秀对我拔剑相向的画面，心底涌出酸涩。我扯了扯唇，小命和爱情比起来，自然是小命重要。倒是子代又是担心又是纳闷，小心翼翼地问：姑娘，您这是和姑爷闹脾气了？我想了想，摇了摇头，哪里是闹脾气这样小的事？裴秀估计想杀了我。那是……子代的话还没落下，身后忽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：江姑娘。我回过头，在看清男人面容的瞬间，错愕，竟然是太子殿下。少年一身锦袍，面容俊秀，身边跟着眼熟的小太监小杨子。见到我，小杨子憨厚地笑了笑。我连忙行礼：臣女见过。话未脱口，就被太子打断了，无需多礼。我依言照做，直起身来。面前，太子面露欣喜：江姐姐怎地到这里来了？是同他一起来的吗？说到后面，少年的目光下意识逡巡过四周，眼底有些戒备。小杨子见怪不怪，默默走到一边去。父亲战派太子，因而我与太子也有数面之缘。他年纪小我1岁，年少时也不爱摆架子，私下总爱唤我姐姐。待他到了适婚年纪，父亲曾想过让我入东宫为太子妃，但3年前我缠绵病榻，错过了相看的赏花宴。皇后嫌我病弱，做主为太子定了薛家妖女为太子妃，但也只是定亲。太子那年不过16，直言要用功读书，推脱不想成婚，皇后也拿他没辙。如今他19了，外界传言他锋芒毕露，行事果决。不过我倒是看不大出来，少年眼神澄澈，一如当年，只是五官轮廓长开了些，褪去了青涩。我抿了下唇，含糊道：他忙公务，我闲来无事来赏花。环顾四周，景安寺的梨花开得甚好，现在还不是广而告知我和裴秀和离的好时机。裴秀不是傻子，定会压下我们和离的消息，不过也不影响他去追求所爱就是了。这不是巧了吗？姑正好也来赏花。对了，今晚宫里设宴，妖官眷都来，你此时回去更衣怕是要来不及了，不若随姑先进宫吧。太子一笑，走在我身侧。宫宴？我一怔，还有这事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大抵是裴秀压根没想过带我去吧。想到这里，我的眸光暗淡下去，正绞尽脑汁想着怎么婉拒时，小杨子快步上前，笑眯眯地补上一句：江姑娘放心，奴才会命人备好衣裳和通传裴大人的，想必裴大人定能理解的。他不能理解，我去，怕是还要坏了他和女主的好事。但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一时拒绝不得。同太子一道下山，已是黄昏时刻，因这不是重大节日，静安寺内香客寥寥，独有一分幽静。临到寺门口，还不等我走出去，手腕忽地被人攥住。我一惊，回过头去，太子正定睛看着我，眼底流出伤神之色，低声询问：江姐姐，你可是在怨姑？若非是姑，父皇也不会将你指给裴秀。太子殿下说的哪里的话，婚姻之事一向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。我试图抽回手，但太子手劲不小，一时竟抽不回来。闻言，太子的眸光微晃，良久，他似鼓足了勇气，猛地将我拉入怀中。你出身高贵，哪里是区区一介低贱阉人配得上的？这3个月来，你定是受了许多委屈，你再等一等，待事情了。姑定风风光光娶你当太子妃，那什么薛家女，姑一面都未曾见过，你信我？说到最后，少年的嗓音带了几分坚定。
压根不是这事儿。我欲言又止，尚来不及开口，忽然察觉到灼热视线，抬眼望去，猝不及防间对上裴秀通红的眼睛。男人约莫是快马加鞭赶过来的，发丝凌乱。早春的天气，他的额角却布满了汗。不是，他怎么来了？我下意识推开太子，弹幕在我眼前狂涌，真是气死！今日上朝后，女主派人送口信想约男主见面，没想到男主走得飞快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赶着投胎呢。太子也是，明明从来不来寺庙，一个个的都往景安寺跑。景安寺到底有谁在啊？有没有可能他是真的怕女配出家呢？通过弹幕的话，我大致明白了，裴秀一下朝就赶了过来，但他们猜错了，他只是怕我离开会给他造成麻烦吧。作为他名义上的妻子，我若真出家了，别说陛下会过问，就连我爹娘也不会轻易接过。四目相对，两两无言。太子被我推开，顺着我的视线看去，自然也瞧见了裴秀。他下意识挡在我身前，冷声道：“放肆，见到姑为何不行礼？”这话一出，像是点醒了裴秀。裴秀的神情恢复漠然，上前拱手：“见过太子殿下。”太子自是不怕他的，转过头看我，安抚道：“别怕，有姑在，他不敢拿你怎么样。”我一个头两个大，太子殿下慎言。这话算是僭越，但太子却乖顺地闭上了嘴。见状，裴秀脸色阴沉，垂下去的手紧握成拳，用力到骨节发白。蓦地，他行至我跟前，直视着太子，皮笑肉不笑道：“太子殿下多虑了，咱家是来接夫人的。”夫人二字，他吐字格外清晰。太子脸色铁青，微微眯起眼，气氛凝固下来，剑拔弩张。我不想再纠缠，伸手想去拉裴秀的手，可在碰到他的前一刻，一顿，改为拉住他的衣袖。走吧。裴秀眼皮下垂，落在衣袖，眸光晦暗下来，坐在前往皇宫的马车里。车厢内陷入死寂，我如坐针毡，抿了下唇，到底是开口解释。昨日之事是我不对，我知晓这门婚事并非你本意，一时气性上头，这才造成如今难以收场的局面。若是回到昨日，我定不会。你喜欢太子？突兀的一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睁大了眼睛，眸光微转，落在他绷着的侧脸上。这话听起来倒像是吃醋。我摇摇头，只觉自己又多想了。母亲有意让我入东宫，但我并无此意。话音落下，便没了话。但裴秀的面色却好了不少。等到了皇宫里，他先命人带我去换一身衣裳。我倒也不觉得什么。作为权宦，裴秀在宫中的势力非比寻常。在来的路上，我已经听说了，前些日子西南边境打了胜仗，得此喜讯。陛下拖着病体召开宴席，为凯旋的威武将军洗尘。一应事务大多由裴秀安排。但就在我换完衣裳时，余光瞥见地上有影子在靠近，心头一凛。还不等我反应过来，后脑勺猛地被什么硬物砸了一下，剧烈的疼痛袭来，我踉跄了下，径直跌倒在地，眼前一阵发黑。是什么人？弹幕在我眼前疯狂刷过。啊，是女主。不是，女主在干嘛啊？在女主看来，女配很歹毒啊，明知今夜有大事，却引男主离开，立场不同罢了。再说了，配角本来就是为主角服务的，女配要是不死，女主怎么和男主在一起？但是我觉得女配还挺无辜的，凭什么男女主的爱情要踩着女配的命？面前容色出色的女子在我面前缓缓蹲下，近乎无情地开口：“你当年对裴秀见死不救，如今又想拖他后腿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”眼瞧着他再度拿起石头，我的瞳孔骤然扩大，石头高高举起，朝着我的脑袋重重落下。我猛地闭上眼睛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门外传来动静：“大人，裴夫人就在这间。”有宫女的声音传来。石头悬在了半空，女子眯着眼打量了我片刻，将石头随手扔到一旁，飞快离开了。我倒在冰凉的地面上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大口喘着气。门外，我听见了裴秀的声音：“你怎么在这？情况如何了？”
女子的声音一改之前的冰冷，多了几分暖意。按计划进行。那就好。脚步声往我这边近了一些，却又被人叫住了。里面没有人，我已经让人送江姑娘去安全的地方了。好。我的眼前世界颠倒，晕眩的厉害，却在听见这话时，心脏坠入冰窖，心底的那丝侥幸尽数消散。他竟这般信他，亏我还以为与他之间多少还有情谊，现在看来都是我痴心妄想。明明只是一门之隔，却好似隔了天堑。听着脚步声渐渐远去，我的意识也逐渐消失。难不成我真的要死在这里？我不知道昏迷了多久，直到听见外头动乱，尖叫声和兵歌交接声不绝。啊，名场面来了！男主大杀四方。不对，男主怎么有点心不在焉？可惜了，女配要死在这场兵变里。不要啊，我还挺喜欢女配来着，她也没做错什么。弹幕在我眼前闪过，因着失血过多，我已经有些看不清了。但就在这时，砰的一声，门被踹开，我勉强睁开眼去看，视野内，裴秀手持长剑，剑尖还在往下滴血。他的目光快速扫过四周，直至定格在我身上，面色瞬间煞白，近乎失声的喊：“江映薇！”他几步冲到我身边，将我扶起，扯下布料为我止血。我定睛看着他紧张慌乱的神情，忽然觉得有些可笑，濒死的恐惧和愤怒齐齐涌上心头，猛地一巴掌甩在他脸上，讥讽道：“裴秀，你装什么？你很恨我吧？恨我当年对你见死不救？无论当年是何原因，今日我算是还给你了。”啪的一声，他的脸被我打偏到另一边去，可我的眼泪也不争气地落下来，颤着声一字一句道：“裴秀，我不欠你了。”周遭的喧闹好像一瞬间都消失了。裴秀侧着脸没有开口。就在我强撑着想从他怀中起身时，腰间扣着的手忽地用力，下一刻我的唇就被堵住了。他吻得很重，口腔内血腥气弥漫开来。我几近窒息，猛捶了他好几下，他才松开。男人的眼睛发红，我反瞪回去：“怎么还想打我？反正已经半死不活了，我也不怕了。”但就在下一刻，整个人被拥进一个充斥着铁锈味的怀抱。耳畔，男人的嗓音沙哑：“我从未怪过你，从始至终都是我配不上你。”我一怔，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但现在显然也不是多解释的时候。裴秀将我抱起，低声道：“你受伤了，先去治伤，其他的事之后再说。”我没吭声。激烈的情绪过后便是疲乏，我的眼皮困得睁不开来，被裴秀抱着越过尸山血海。这时我才惊觉，今晚原来有宫变。所以他不和我提宫宴的事，是不想让我参与其中？不过是谁发起的宫变？爹娘怎么样了？我有太多的疑问想问，但眩晕袭来，我再也维持不住清醒，头一歪，昏死过去。等我再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日了。子代坐在我身侧抹眼泪，见我醒来，登时一喜，忙扑上前：“姑娘，你总算醒了，可吓死奴婢了。”我睁开眼，看着头顶熟悉的帘帐，回到裴府了。昨儿我在寺庙里遇见太子后，先让子代回府通传裴秀，毕竟裴秀和太子立场不同，怕撞见了难以解释，是以先让子代回去。只是没想到子代与裴秀正好错过。不过也幸好他没跟着我进宫，否则不知命丧在哪里了。见我不说话，子代还以为我疼得厉害，眼泪又掉下来了。我再去请大夫过来给姑娘看看。说着，他转头就要往外跑，我连忙拉住他：“不用，你且站着。”子代顿住脚步，回过头来。我勉强撑起身子，靠在床头，问：“外头怎么样了？我爹娘如何了？”这话脱口，我无端一怔，脑海中忽然闪过昨日裴秀的那一句：“我从未怪过你，从始至终都是我配不上你。”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却让我心乱如麻，指尖不自觉攥紧了被角。所幸子代并未注意到我的失态。昨夜可真是惊险，四皇子带兵攻入皇宫，太子似早有预料，与四皇子带来的人厮杀。我听得心惊肉跳，那最后谁赢了？
不对，怎么可能会有赢家？皇帝还没薨呢。果不其然，子代开口道：四皇子伏诛，太子私下集结御林军和禁军，被陛下罚禁足1年，今早事情都传开了。诸多线索在一瞬间串联起来。我想，我好像明白了。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脚步声。我坐在床头，静静看着裴秀一步步朝我走来。男人一身紫袍金带，约莫是刚刚下朝回来，面若冠玉，身量修长，通身的贵气，早已找不见当年那个腼腆羞涩的模样了。似乎只有我被困在了原地，相顾无言。子代自觉退下，待屋内只剩下我们时，我也懒得再装，别过脸去。直到裴秀在床榻边坐下：是谁伤的你？他问。提到这个，我怒从心底生，你心里清楚。其实女主也只是想活下去罢了，她在深宫之中步履维艰，从被迫争宠到为了保命费尽心机和手段上位，只差一个和男主的孩子，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争夺皇位了。哎，搁男女主视角很爽，可仔细想想，女配的命也是命啊，烦死了。因为女配的搅和，男女主的感情线那是一点进展都没有。看到这些字幕，我只觉心烦，直视着裴秀，忽而弯唇一笑，说不出的讽刺：怎么不舍得伤他啊？见状，裴秀的眸光暗下去，他曾救过我一命，那与我何干？我打断他，心头火起，一把将枕头扔到他身上：那就给我滚！我不想看见你。枕头被他稳稳接住，他抬起眼，黑眸定定地凝视着我。你应该怪我，是我太傻，轻信他人，害你受伤。应威，我拿这条命偿你。说罢，他从袖中摸出匕首，直直刺向心口。匕首刺破血肉，我一惊，下意识拦住他的手：你疯了？有鲜血顺着匕首落在我手上，机遇将我烫伤。我从他手里将匕首夺下，扔到地上，又是恼火又是无力。可偏偏我心里清楚地知道，若是孟元死了，裴秀也活不了。四皇子已经死了，太子绝不可能会放过裴秀。裴秀是谁啊？全焕。若是一辈子不跌下来就算了，有朝一日新朝更迭，第一个死的就是他。如今孟元是他唯一的活路。他们果真如字幕所言，是绝配啊。如果没有我的话，可凭什么呢？我仰头看向裴秀，问：裴秀，你爱我吗？许是没想到我会这么问，裴秀一下怔住了，唇色发白地盯着我，眸光剧烈晃动起来，那双黑眸里倒映着我的身影。恍惚间，似又回到了年少时落马被接住的那一个瞬间。青涩的喜欢被掩藏，经岁月的酿造，成了醉人的爱意。我垂下眼睫，罢了，我不和他计较，仅此一次。世事总难两全，黄泉倾轧下，从来没有输赢，只有生死。那日之后，我与裴秀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。太子被禁足，皇帝又病重，朝局按理说该是裴秀一手把控，但他却没有这么做，反而是推脱不上朝，任由内阁办事。倒是孟妃频频事急，皇帝怜她孤单无子，过继宫中幼年丧母的皇子给她。得知消息时，我正靠在躺椅上休憩，裴秀坐在我对面，垂眸认真给我剥橘子，斑驳的树影落在他脸上，平添了几分暖意。我张口接过他递来的橘子，舌头不经意碰到他的指尖，男人手一抖，橘子滚落在地。反应过来后，我的眉梢微挑，故意舔了舔唇，笑意盈盈地问：这橘子挺甜的，你要不要尝尝？闻言，裴秀目光微滞，下意识低头去看掉落在地的橘子。哪来的傻子？我蹙眉，趁着他低头的功夫，一把搂住他的脖颈，俯身吻上他的唇。他这样笨口拙舌，也不知是如何当上这权宦的，还是说只在我跟前才沉默？不过话再少，这嘴也是软的。阳光下，两道身影交缠，裴秀只短暂错愕后，很快反客为主，辗转厮磨，好半晌才分开。我轻轻喘着气，瞧见他血红的耳根，勾了勾手指。他当即凑近，眼巴巴地盯着我的唇，眸光幽深。我沈笑，推开他：橘子还没吃够，还要？裴秀哑声：好。
啊啊啊！这都给调成啥了？别说调戏白月光和忠犬男主，我也蛮吃的，嘿嘿嘿。不是，那女主怎么办？楼上女主不是有杨子了吗？让杨子冲锋陷阵。我看到弹幕，不置可否。一眨眼，春去冬来，一年很快过去。太子解了禁足，但就在这时，皇帝薨了，立下遗嘱，立六皇子为新皇。太子自然不信，但奈何之前他就已经失了宠。群臣除却拥护太子的，其他人虽惊讶，却也很快拥护新主。孟元被尊为太后。裴秀作为首席宦官，宣读完诏书后，平静地睨了太子一眼。太子勃然大怒，目眦欲裂，裴秀，一定是你搞的鬼。但裴秀却不理睬，将遗诏一收，雍王慎言。太子萧明询怒极，但咬碎牙也只能往肚子里咽。丧事过后，萧明询就被前往封地。就在他离开前，我收到了他送来的信。我本以为他会咒骂裴秀，会不甘，却不曾想展开信纸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：江姐姐，若裴秀待你不好，你便来封地寻我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定护你周全。弹幕在我眼前刷过。太子殿下虽然是反派，但他对白月光女配是真爱啊。我记得在原剧情里，女配死后，太子才和裴秀不死不休的吧。其实太子也没那么想当皇帝，只是没有权力，娶不了心上人。我沉默了下，心中五味陈杂陈。忽而想到在尚书府中第一次见太子时，少年急匆匆要走，正好撞上我，谁敢挡孤？下一刻，少年的话音顿止，痴痴看着我，半晌才回过神，可，你可有受伤？我摇头，无碍。你是哪家的公子？他支支吾吾着没有开口。我也不追问，来我家熟念书的多了，只是后来常常见面，方知他是太子殿下。那些存在记忆里的过往早已变得模糊，唯一记得的是那双看向我时澄澈的眼睛和一声声姐姐。正沉浸在思绪里，腰身忽然被人搂住，我条件反射的肘击，身后传来一声闷哼。我回过头，见裴秀面露痛色，翻了个白眼，谁叫你不吭声？自打上回被偷袭后，我已经学得很警觉了。裴秀揉了揉腹部，继而抱住我，是你看得太入神了。我拿他没辙，也不计较，将信收起来。身后，裴秀瞧着我的动作，眸光暗沉下来。当晚，裴秀格外卖力，汗珠从他鼻尖落下，我双目迷离地看着他，又吃醋了。他哑声道：太子生得不错，又是皇家贵胄，自与你相配，我满身伤疤，很丑。我的意识清醒了些，对上他落寞的眸子，仰头搂住他的脖子，堵住他的嘴。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哪里还分得清对错美丑？只不过是求一个夙愿罢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